我有几个生日祝福。第一个生日祝福给安佳，生日快乐，谢谢你宝宝。耶！第二个生日祝福给不将就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你。耶！还有个生日祝福给咕咕嘎嘎，生日快乐，谢谢你。还有个生日祝福给雨江跟我推幸福版，雨江生日快乐，谢谢你宝宝。耶！还有个生日祝福给 Make， 生日快乐，谢谢你啊！耶！好，我两个生日祝福，第一个生日祝福祝3周，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， 谢谢你。耶！好，第二个生日祝福祝季莫老师，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， 谢谢你。还有吗？没啦，没有了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今天这话题是什么。紧张吗？有点。没事的。如果和闺蜜绝交后，并且她对你说了很严重的话，闺蜜还想和好，你会同意吗？投这个问题的是严娜粉丝吗？这个头像好像是严娜。今天的话题都很激烈。头像是谁？严娜。严娜上来回答。严娜，你的闺蜜如果跟你绝交了，娜姐有经验。严娜。林佳怡不是也很有经验吗？你不是也很有经验吗？我没有经验。林佳怡说什么？林佳怡没有啊！你俩马上就10月份了，小心点，小心吵架。你们俩又吵架了？没有，到10月份才能吵架。到了10月份就快吵架。为什么到了10月份才能吵架？这是一个成就。10月份吵架。魔怔。哦，3年了，连着3年都在10月吵架。对，你们2个吵架的时候说一声，我来记录。请期待一下好吗？说过什么狠话？你们什么10月之痒？10月之痒。那来吧，你们2个吵架的时候有没有讲过很过分的话？没有，我们不说话的，我们就冷战。对，就是我一天晚上不睡觉，然后第2天给他发一段小作文过去这样子。然后我就把他的，原来你是小作文派。然后我就把他的小作文复制下来，把他认为他的点对的，我改成我的点对的，然后同样的复制还给他。你是批改小作文派。我就把还给他。他就是学你说话那种，非常像小学生。他说你小学生。哇，杨冰怡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。杨冰怡只倾听不评判。没关系的，我们10月份如果真的就是要和好，你就过来跟我说。这10月份要和好，然后我就是。我会来哄。忘了，我说也有经验，前辈的经验我们得赶紧学习。是的，得学习。对的，非常太想进步了。你等着林佳怡。好，那陈琳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得想，我可能心里会有疙瘩吧。你有跟人吵架到绝交的程度吗？没有，上学的时候有过。我特地问他了，我说你吵完架会拉黑什么的吗？他说不会，因为他过得不好，我就很开心。就是我要观察他的生活。你是那种等着看笑话派。世间派，我是世间派。哦。我总要打开他的朋友圈看看，但是他如果拉黑我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但我不会删除他。这样就没有证据了。那如果你发现你打开之后发现他拉黑你了，然后过了1个月他说闺蜜我们和好吧，那我就傲娇一下。所以你还是会原谅，还是会原谅吧？我觉得会有疙瘩。就是有疙瘩，但会原谅。你是那种等别人来主动的类型。对的，你是那个比较如果被动的。就是要看他在我心中的分量。如果他不重要的话，那就再见。如果是于家卫呢？我觉得我可能就不会跟于家卫说话。对啊，我跟他就不会跟你吵架的。对，不会跟你吵架，放心吧。你跟谁会吵架？你严娜。嘿嘿嘿嘿嘿嘿。那你呢，张秋雨？我觉得都已经到绝交的地步了，就为什么还要和好呢？你也有经验？我没有吧，没有吧。对啊，都已经闹到那种地步，那就没有必要啦。这个世界这么多人，总有一个可以成为我更好的闺蜜。那如果是我呢？我们不会到那一步的。到那一步的话，可能，我曾经有一次跟张秋雨聊天，我说张秋雨，如果你在上海，我们一定是那种很好的朋友。他说啊，不会啊。真的吗？不能。真的。不能。我还记得你跟我说为什么？你绝对断章取义。不，我绝对记得。他说，因为觉得我们2个太像了。
你记得吗？我们俩都是，但是你前面说的是不会啊，然后我说啊，然后你说因为我们俩太像了，你不觉得吗？但是我觉得现在不一样了，因为你长大了，我还没长大，我还很幼稚。没关系，我到时候跟你说哄我。我也会那招。那杨幂你呢？就比如说你上厕所没纸的时候。这个好，上厕所没纸的时候，你总得开口吧？对啊，不然你以为洗手间真的叫洗手间？好吧，来吧，你说吧，你说吧。对，如果是你的话，我觉得一般跟人吵架不会，因为就是我感觉我身边的人都还挺理智的，不会讲很伤人的话，就是不会一上头就说一些很难听的。我觉得是。就是那个话，他说出口这样泼出去的水，如果真的说了很过分的话的话，就收不回来了，就收不回来了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没有人跟我说过很过分的话，我也是。对，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，如果朋友说了很过分的话，我不会和好，因为人是要有底线的。那如果在一个环境里抬头不见低头见？那又如何？我有我的底线。就是你有必须不得不交流的地方，就是你是会放在心里这个疙瘩，还是我就是从此以后无论任何？你的底线有多低？你让我听听。我很有底线的，不是，就是也没有底线是吧？如果在一个环境里面不得不交流，那就交流呀。就是很普通。我会正常说话的，我不会就是搞那种不讲话的这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工作时就是你不是冷战型。我跟你说，我就喜欢你这种。我要你喜欢了。就是不要冷战，我觉得冷战都特别伤感情。就想火拼呗，火拼也比冷战好点儿。确实，如果冷战很难受哦。对，是好，是对好。你为什么一直看这边啊？你长得好看哦，谢谢。那你跟朋友吵架了，你们会选择火拼哈？啊？就是如果要是吵架的话，会火拼。可以退一步啊，就不一定非要闺蜜或者不是闺蜜，可能是就是退一步，就是很普通的关系，就是你好，就这样，对不对？退一步，什么吵架完闺蜜变朋友，什么闺蜜变同事。对，是。那金火妍呢？他好像那种大人之间的吵架。大人呀，他是大人啊，特别成熟。那你们小孩是怎么吵架呢？我知道小孩怎么吵架的，就是小孩讲话没有吗？那如果大人跟小孩吵架，我觉得也是挺那种的。你不是最会。娜姐有经验，我没有经验，她一卷子就给你卷飞了。那如果你跟陈琳吵架了，你俩会怎么和解？我和林佳怡，我感觉我们俩很难吵起来。你万一呢？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你们要不这样子你没有矛盾。哎，你们万一为了我他俩会容易有矛盾我们因为马上要到10月份，他们俩又要这个我们已经刚说过了。对啊。你像熊子怡，他晚上做一个梦见林佳怡，就是他不喜欢林佳怡做的事情，他都要打林佳怡一拳。第二天起来都要就是不跟我说话，就是我有在梦里做了他不喜欢的事。我有一天梦到林佳怡了，然后我就给他这样来了一拳，梦里面这样打了一拳。结果是在香港的那个酒店，对，我们确实看他是不是打我。我们睡在一起是这样的，然后呢，我就给他这样来了一拳。我听说这个故事，是啊，你特别搞笑，你再讲一次。是这样的，因为那个酒店有一些传闻，然后呢，我就是背对着他睡觉，结果他在梦里就梦到有丧尸追他，他就给他旁边的人捶了2拳，我被捶醒了，但我不敢转身，我怕不是他打的我。我也怕，你也怕。那严娜呢？我吧，我主要看情况。就如果好朋友之间吵架，我觉得就是之后如果能沟通的话，我觉得这很那个。如果要是冷着不理我，那你敢冷着不理我，我一鞋给你就是戳飞那种。就是不喜欢摆架子。就是如果他说的很严重的话，但他愿意跟你沟通，你都可以。这要看这个人在我心中的分量是多少。对，我们狮子座都这样。对，狮子座其实很好哄，有一个台阶就滚下来。我跟你说。对呀，因为我这种狮子偏巨蟹的，马上就低头了。对，你只要说，哎呀，宝宝。我们双子座也很好哄的。对啊，你们双子座是疯子。但是其实说实话，我觉得我们双子座是那种去哄人的人。
对啊，是这样的，林佳怡。什么东西？对，因为熊子怡，我觉得你跟林佳怡应该也是你先低头。你们俩应该也是。因为我们摩羯座最擅长的就是冷战了。啊，冷战好伤人，好冷战有点那个。搜搜会是冷战吗？我超会冷战。哇，那你们俩在哇，你们俩在一个屋子下面。我可以好几年就不说话。好几年不说话，那真的还是朋友吗？啊？请问一下，你最长跟你朋友冷战了几年没说话2年吧，差不多。2年。那后面为什么开始说话了？哇塞，我最多1天。什么契机开始说话了？怎么他哄你了？就是突然间有一个活动，就是有个活动啊，要很自然的。我懂了，要很自然的那种，不得不说了。对，就是有一个活动，感觉也挺。你得逼成这个样子才会说。那我的不自然，我是 KY 林佳怡跟他讲话的。哦 ，KY 林佳怡，就我们吵架，然后他怎么 KY 你呢？好，没事，就是发生一些事情，然后他就想吃瓜，他就冲过来，只有吃瓜的时候才会说话。对的，那我也喜欢，下次给我听听的。冰冰什么时候？冰冰一般就是上厕所的时候。对。因为我觉得上厕所是人在最脆弱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很正常。特别是没纸的时候，就真的没办法。而且人一定不能在最脆弱的时候去伤害他。我懂你，因为我经常上厕所也会没纸。不是，我采访什么？又要采访什么啊？又要采访什么？不是啊，我觉得两个就是冷战，就是缺一个那个桥梁嘛。桥梁。我老是当别人的桥梁，你说是吧，严娜？确实，桥梁。金红妍讲过吗？没讲啊。哎，讲。你是怎么说话的？我是桥梁是吧？我懒得吵，就是我是一个很能忍的人。那你也是冷战。我感觉一般啊，你不是哭发你？对啊，我直接撕，我不跟他吵。你是火拼是吧？火拼吧，你是火拼的类型，就是有什么不爽我就是当下我就要说。但是就是我和人火拼完，我们私下甚至可以说话。你们可以边对话边火拼。可以。哇。我懂了，在台上正常对话，台下火拼那很敬业了。很努力。确实，我觉得人还是跟沟通很重要了。是的。那边说说呢？不知道。他没跟人吵过。那陈琳，你说说，就在场的人，你觉得谁最容易跟你吵架？最容易跟我吵架？严娜。我那么好。因为你们我们昨天我们那个不算吵架，我们那个是要为了工作也是很努力。我们一般只会讨论工作。那有没有你为了别的吵过架的事情？为了别的吵过架的事情，就除了工作上的。除了工作上的事情，除了什么一觉得把你撅飞这种。很正常，我觉得人嘛，对吧？牙齿跟舌头都有磕到的时候，总是有摩擦。是正常磕到的时候，不是真磕到的时候，很正常。好，反正人还是之间还是。你觉得这台上谁最容易跟你吵架？谁最容易跟我吵架？我觉得杨冰怡也有可能啊。真的吗？我觉得对啊，杨冰怡啊，杨冰怡不没可能吗？跟他我没有跟严娜吵过架，因为你不是老嫌他那个什么吗？我那是爱意。哦，这样你吃醋啦，嫉妒啦，羡慕啦？你说啊，我说什么？你呢？你觉得？你觉得谁会经常跟你吵架？我觉得，你说。你大胆的说啊，林佳怡吧。确实，我跟于佳卫以前吵过架。你们是住在一起的时候吵架？对，我们在你们住在一起会因为什么吵架？住在一起，我吃早饭不叫他。这么幼稚。是我们会因为很小的事情，他也会因为我很小的事情，我们俩就会冷战。你现在也是因为很小的事情？是。比如说那种，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机长嘛，机长的时候大家说，哎，我们走啊，然后没叫他说，你都不叫啊，就这种，就是很小，就是有的时候不叫吵架，这个只是对你们撒娇。对。这个哪叫吵架？难怪你跟王瑞琪玩得好呢。王瑞琪也是会因为这种很小的事情，是吧？就是很敏感，他们对心思敏感一点。你呢？你觉得这个台上？你们
广州都是因为什么吵？能说吗？那个，我感觉就是会因为关系太好了吵架。关系太好，太好了。对，是这样的，因为吵完之后就不能再好了，所以就一般就是直接掰是吧？就直接热搜这种。那要是这样吵完又有一个活动必须要参加，是经常有这种情况出现吗？应该好像也很长时间没有了吧？好好奇啊，严娜不上网。没有，我就是好奇，有的时候有来新朋友，还是想吃点新朋友那边的瓜的啊。娜姐的名言很适用啊。啊，哎呀，这话说的，对，那个你们那边平常啊，那你平常你在你们队伍里面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桥梁呢？我觉得你们队都不吵架。我们队都不说话。也是，同事不说话也没有办法吵架。因为我去他们队办过一次生日公演，我能感受到，感觉你们队都是那种就是那种非常安静、彬彬有礼的。对，彬彬有礼，彬彬有礼。然后每个人排练时都是这种感觉的，对，就都是 I 人吧。对，基本上。哦，所以总结一下，感觉大家好像性格还是不一样哈。好，大家还是不要吵架。对，我觉得对你对呀，别吵架啊。彼此啊，彼此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 C 话就到这里，接下来一起欣赏精彩的公演曲吧。耶。